接下来呢，我们刚刚前面都只是讲述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真的要使用 TensorFlow 的类神经网络然后去使用我们这个前面介绍的 ANST 的资料集所以呢，在 ANST 上面的这个资料集怎么样在 TensorFlow 上面模型上面去做演练来，这有几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要先取得 ANST 的资料集，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建构我们的类神经网络，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决定我们在这个类神经网络呢要使用的最佳化方法以及损失函数。好，最后呢，我们就是让我们的资料开始进行训练。好，当然了，训练完之后，我们就还有一个如何去进行它的预测或者是做它的成果展示好，来，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取得 ANST 那这个资料集呢，在这个 TensorFlow 的 Keras 里面的 dataset 它已经帮你准备好了。所以呢，你可以直接从 Keras 的 dataset 里面直接去取得资料所以我们的使用方式呢，第一件事情当然是你要先把 TensorFlow 先放到你的这个程式码里面去所以我们用这个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把 TensorFlow 重新命名成 TF 好，然后你要去取你的 dataset 取 dataset dataset 呢就是从 TF 的 Keras 的 dataset 的 ANST 里面的 load data， 在这里面呢，它会直接到我们的这个网络上它会直接从 Google 的这个网址上面去把这个 NPZ 的档案下来，并且帮你解压缩最后呢，总之它会帮你放到这个 ANST 的 dataset 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已经把 Colab 开好了如果说我们现在去取得我们的这个 dataset 的话那我们就直接先执行一下在这里面呢，当然我们是 TensorFlow as TF 要先把它 import 进来，然后透过 TF Keras dataset 里面的 ANST 让它里面有一个方法就叫 load data。load data 就包含它去下载资料、解压缩并且把这个结果它真正拿到资料放到这里面去放到这里面去来总之执行一下。这个资料人下载完成。好，那这个资料呢实际上长得什么样子来，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面呢，基本上我们如果想要知道它这个资料到底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讲我们资料什么有这个什么 training data 啦、test data 啦然后这个 data 呢，可能里面有什么，又要有这个图片的资料要有标签的资料。我们其实不知道它这个资料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形状透过这个形状来去做查看了。不过它这个资料基本上它是一个 array 啦，如果把 array 的资料把它印出来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堆资料就一堆资料，它没有办法 array 没办法直接转成形状，所以我们要靠有工具叫做 NP。好，所以你 import NUMPY 把它重新命名成 NP。NP 里面呢，透过 NP 的 array。它有提供一个方法就是让你直接去看它的形状，看它的形状。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把其他这个两个先把它注解掉好，我们先看一下它目前的形状是长什么样子。好，它的资料的形状呢，目前是22的资料22的资料是什么？就是表示说它里面有2大块资料，这每一块里面又有2个资料它基本上比较符合我们原本这个预期就是说它有2块资料，一个是 training data， 一个是 test data。好，然后 training data 里面呢又分2块一个就是 X data， 一个是 Y data。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 ANST 的 data 分成什么东西？好，分成2块我们现在有2个资料2个资料，然后呢这2个资料里面又分成2个，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直接把它定义好，就是什么 X training Y training， 另外是 test X test 跟 Y test。最后呢，我们再把这2个资料把它印出来看一下，是不是跟我们在参考资料上面看到的这个数量是一样的啦。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训练的资料呢，X data X 的 training X 的 training data 总共有6万笔。好，那对于 X 的 test 的资料呢，基本上它有1万笔那个 Y 的资料跟 X 的资料基本上应该是相符的了，因为那个 X 呢就是你那个图像资料Y 的话就是你的这个 data 应该说就是你的这个答案的资料。好，我们再回到简报看一下那我要怎么样去确定里面的内容其实就是那个图像那在我们之前我们可以就直接把那个资料集合印出来。不过如果你把那个 array 印出来的话，它会断行不会断刚好是在那个28×28的那个范围内总之它就会自己找个比较这个合适的位置下去做断行。所以通常我们要把这个资料集印出来的话，通常会使用这个 PLT。好，所以这个地方呢，你也是一样去 import 我们这个 PYPLT。把它命名成 PLT， 然后呢，把我们的其中一张图片把它放进去，把其中一张图片放进去。那其中一张图片呢，例如说我们是第1张第一张就是第0号，我们把 X training 的第0号放在我们的 image 里面去呢，然后透过 image reshape 因为它原本是784的资料嘛把 reshape 成28×28，然后透过 PLT 的 in show 让它呈现出来然后当然这张图真的要秀出来的话，你还要让这个 PLT 去做一次秀做一次秀。好，我们来看一下
取得到了资料之后呢，你可以透过 PyPLOT 啊，把这张图片给绘制出来啊。那这个图啦，应该说这包资料基本上我们要先把它拆解成这个22的资料哈。第一个2呢，就是指 training data， 另外是 test data。在 training data 跟 test data 之间呢，它就再把它拆分成是 X training、Y training 以及 X test 跟 Y test。那实际上它这4个的意思啊，基本上我们有把它写在下面哈。基本上就一个是输入用的，一个是输出用的啊，一个是 training 用的，一个是 test 用的。OK， 好，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回到我们的 Colab 看一下哦。如果我现在想要把第一张图把它秀出来的话，那第一张图秀出来的话，那我就直接先设定它的这个 index 先把它设定成0，然后呢把这一张图receive 成28×28，好，那我把它秀出来。好，确实啦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应该就是数字手写5就是我们的第一张图片。好，那应该还记得啦，我们上次呢在做这个 IN Show 的时候，我们有把它做成灰阶显示，我们有 Color Map。把它设定成这个灰阶哈。如果你有去做这样的参数设定的话，你看到的图就会是一个灰阶图。在这个地方就直接把灰阶省掉了，因为有加灰阶跟没灰阶，加灰阶啦，没加灰阶比较好看。好，那当然有一些人他还是比较习惯看灰阶图，你就可以把这个 Color Map 把它给放进去。好，那接下来如果你要看更多的图片的话，那你的做法就是你先设计好一张大图，其实就是 PLT 的图啦。你要跟他讲说，我的 PLT 里面有多少的子图。多少子图？我们在这边子图设定的时候，把它设定成10×10。然后呢，我们从 PLT 的 sub 的 PLOT， 我们原本是直接 PLOT 直接去画图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对它的子图去规划我们要10×10 10×10的图像。然后每一张图的尺寸每一张图是尺寸大概是5:5的5对5的这个尺寸。这个数字呢，它可以介于1到10之间。总之你可以去试试看看，因为不同的数字它呈现出来的效果会有点不太一样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它的 index 让它知道说它现在目前要把这个图片放在哪个子图上面放在哪个子图上面。然后你确定好它的位置之后呢，你就透过这个子图的 IN Show 把你要的那张图片放进去不过也是记得要去做 reshape 来让它把这个784重新调整成28×28把它放进去。不过它放进去之后啦，这个你看我们原本的图片上面是有坐标的图片上面是有坐标，这个坐标如果你要拿掉的话，你要把它的坐标这个 ASIS 把它设定成 off 它就可以做到这个隐藏坐标的效果。好，接下来呢，你在这个子图之间的距离看你要不要下去做微调啦。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就直接加它这个调整子图之间的这个间距。最后呢，也是一样去做 IN Show 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直接把100张图直接画在上面。好，所以这里你就会看到。我们上次看到这张图就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上次看到这张图是灰阶的，我们这次的话是用彩图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50419235361728619在这里你看到的是图像。如果说你去看那个 Y Data， 那个 Y Data 呢，它其实就是把这个数字它实际上的这个数值把它显示在那个 Y Data 上面那个 Y Data 指的是可能是 Y Training 或者 Y Test 这边没有办法确定，我只是讲哪一个啦，所以我就是讲 Y Data 那个 Y 指的就是你的答案Y 指的就是你的答案。好，那我们再回到简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输出的某一张图片那接下来这个就是你一次输出100张如果你要把6万张全部输出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不过你就要花一点时间，再让它在上面去做这个绘图那这个资料呢准备好之后呢，我们这样准备好就要把它放到我们的类神经网络模型里面下去做训练可是不要再忘记一件事情这个资料呢，它现在目前它是介于什么0到25之间0到25之间，所以呢，这个资料呢都还必须要先去做一次前处理前处理要包含2个一个是你的 X data 需要去做前处理还有你的 Y data， 像 Y data 它现在是什么？它现在都是数值，它必须要做什么东西？我们上次有讲过，它必须要去做 one hot encode 要去做这件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简报类神经网络呢它的资料流的进行呢是将输入端上面的值与权重相等之后送到下一个神经元，这个应该反复提过好几次了，所以这个应该很清楚。好，所以呢神经元上面的数值以及权重的那条下面的数值呢，通常会避免出现0跟1为什么？因为如果任何数乘以0的话，那就会变成0嘛，那个东西就消失了。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个0是不可避免的话啦，在你的那个神经元上面就要加一个自偏量就是说真的遇到0的话，加上自偏量之后，它就不会是0总是要避险避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是，如果它是出现1的话，1乘以任何数的话，它结果是不变的结果是不变。不过这个它没有来，它跟0比起来没有0那么严重了
跟0比起来的话，所以呢，我们在输入资料的时候，通常都会进行正规化，将资料压缩到0到1的这个区间。那这个啦，它并不是一个必要的动作啊。如果说是不过啦，我们可以去预期啊，如果你没有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在多次的相乘之后呢，它就有可能会超出这个运算处理器最大数值的处理。为了避免这样子的状况啊，通常我们会预先都先把我们的这个 input 的资料压到0到1之间。其实呢，当你的模型在那一个地方要再继续往下送的时候，最好的状况呢，我们会再去做一次，因为它在处理的过程中呢，它有可能会超出我们这个0到1的范围。这个时候你可能再做一次，我们后面会遇到，我们那个时候遇到再来跟大家去介绍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好，这是针对输入的部分。那输出呢？输出的话，基本上你也必须要去调整调整成你那个神经元输出的样子因为我们 dense 在4个结果上面呢，我们没有办法说那个数字2就是在这个 dense 4个结果上面的某个位置如果你要明确的标示出它在某个位置的话，你必须要先转成 one-hot encode 的方式这个方法呢在 TensorFlow 里面它也帮你准备好了。好，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程式码这个方法呢，基本上它也在 TensorFlow 里面帮你准备好。首先呢，我们现在有2个资料一个是 X 的 data，X 的 data 里面就是什么 training data 跟 test 的 data，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2个资料直接除以255。为什么要写 255.0 不直接写25因为 255.0 的话，它指的是它的资料会全部转成浮点数就是有小数点的数字有浮点数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通常会写 25.0 不建议直接写255因为虽然现在程式码基本上它会自动化下去做处理的不过如果它发现它定义不明确，它必须要多花一些效能，就是多花一些功夫去确定这个细节所以为了去节省它这个细节我们就直接写 255.0 这是比较直接的。好，所以我们的 X data 呢在这个地方2条 X data 处理完了之后呢，不要忘记你的 Y data 也要下去做处理Y data 呢基本上也是一样，分为这个training的部分跟 test 的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呢，所以你就必须要去把你的 data 去做 one-hot 怎么去做？你就直接用 TF one-hot， 然后把你的这个原始的资料这个资料基本上它是一批资料一批资料，整批资料进去其实在上面已经看得到，就是6万笔资料。整批进去之后呢，跟他讲说你要分成10类分成10类，10类在后面这个地方就是分成10类。好，这时候它会根据你的数字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面如果你想要知道one-hot 怎么去做你可以看我们之前在讲那个 set label 的那个方法set label 它做的事情基本上跟这边one-hot 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会先用 NP0 把我们的资料长度先把它设定出来，然后再把它的那个数值放在那个位置，把它 hot 成1，就这样子很简单好，所以这边呢基本上我们现在去做执行做执行。这个时候你的资料我们现在简单印一下资料来开一个程式码X data 它原本的资料都是介于0到25之间。好，我现在直接我取第一张图来执行看。好，这时候你现在看到的资料呢，全部都是介于0到1之间像这个这个原本呢它应该是介于0到25，它现在就变成压到0到1之间。这个是我们之前讲的了就是说它现在画的图呢其实不会是刚好28×28，基本上它就是调整成这个样子让你下去做检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就没有那么容易看得出来它是哪一个数字哪一个数字。好，这个是 X data 来我们看一下 Y training Y training 也是让我们看第0号执行下去。好，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已经转换成 one-hot 的形式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0 1 2 3 4 5好，没有错这就是5因为我们第一张图片的答案是5啦好，所以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它这里面 hot 起来好，这个地方呢，如果你把它拉成我们在那个神经元的样式你就把它转90度长那个样子，你就会发现其他神经元都是0，只有这个位置是1那其他都是0。当你的这个 input 经过这个模型运算出来之后呢，它那个结果它就会跟这个1下去做比较。其他的话是0基本上他们会前后相减相减完之后，如果你是 ASE 的话，它会再去求平方然后求平方之后呢，它的那个结果再回去修权重它就根据这个方式下去做处理。好，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前处理的部分讲完了NSIST 透过 TensorFlow 把资料载下来资料载下来的话，我们去检查一下我们准备的这个training data 跟这个 test data 资料到底正不正确然后并且呢透过这个纸图的方式把内容给画出来当我们开始要去做使用的时候，资料先去做处理X 的资料全部除以25，然后 Y 资料全部做one-hot OK 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介绍到这里。